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其实上说各位朋友就是没有朋友哈，所以为什么呢？我今天忘了发链接到这个就是社团上面。好，所以呢，现在你看到我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对空气讲话。好，但是没有关系。好，Dustin 的空气讲话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好，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Dustin 就是常常在有一位观众进来了，谢谢你，好，麻烦你冒个泡，好，就是麻烦你出个声，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让我知道我还不是孤单的这样子，好，那 anyway 就是因为今天忘了把这个链接发到发到了那个社团上面，好，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忘记了，OK， 好，但 anyway，太好了，一个拉一个进来了，你们是街坊邻居吗？哈，就是现在从刚刚的0名、1名到5名，好，刚才想说，如果是就是0名的话，我也没太在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常常忘了开录影机，好，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对不对？当我忘了开录影机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我必须要重录那个就是补课影片，因为有补课的同学要看。啊，重录的时候，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就会一直跟对镜头讲话，然后呢台下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好，但就算这样，我还是可以。我还是可以直播这样子，好，对，anyway，现在谢谢大家，好，有在现场的可以就是出个声吗？好不好？出个声让我知道你在现场，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吴同学，谢谢 Bill，好，谢谢那个就是赖同学，好，还有谢谢 Carolina，OK，好。那大家晚上好，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是2019年了，好，先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好。那也希望呢，就是如果你是已经接近 deadline 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也希望你现在心情是能够稳定的，好。那也希望你现在是更希望你现在是已经准备好 GMAT， 已经结束了 GMAT， 好。然后呢，现在开始准备在提交最后一轮的申请，这样子，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打算准备就是就是2019年的申请啊，2020年出去的话，那我必须说你是非常明智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准备其实是最好的时候。OK， 好，你的时间非常充裕。好，那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在学生，比如说你是申请 Master 的话，好，一般来说都是现在准备，然后呢6月前准备就是把这个考试整个结束，然后呢就是7、8、9日找个实习，好，然后呢开始边找实习边丢申请，好，这样的概念，那这样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好，那如果你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在职考生的话，那么一样在职考生请用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好，你一样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到5、6月的时候，好，然后再开始去转到准备托福或雅思，然后再开始准备申请文件，好，那一般来说到5、6月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系列留学展了，好，像比如说我们台湾最大这个 MBA 大会，好 MBA 高峰论坛就是在5月的时候办的。好，那在接下来的这个7、8、9、10月就开始陆续有 QS MBA， 好什么 Top MBA， 好各种各样的这个留学展就会出来了。那各位要记得一件事，留学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OK， 好，因为你今天可以直接去跟校友、跟这个学校的代表面对面。好，那面对面的时候呢，其实上除了说问问题之外，好，你说倒是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就是想见这间学校。那你跟他交朋友嘛，对不对？好，你跟他就是碰个面，好，然后呢跟他聊一下你自己，好，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让他对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到时候到他们真的在申请的时候，好，到时候甚至他们是你的面试官，好，你也会就是怎么样的比较不紧张，而且他们对你来说也比较了解这样子。好，所以我才说，就是今天各位如果是现在开始准备，然后2019年的申请的话，其实你是相当明智的。你知道吗？台湾有大部分人是我个人觉得不太好，就是说他可能要拖到这个7、8、9月再开始去准备 GMAT，然后到时候一开始就是信心爆棚，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好像准备一下就好了，就没有想到说，怎么7、8、9月准备一下，就是说11月、12月分数还没有出来，然后这个时候 deadline 又快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deadline 快到，然后呢开始又有一堆就是什么就是有的没的东西，然后年底可能公司又很忙，所以整个东西就挤在一起，它就整个就崩溃了。好，也不是崩溃，就变成说就是很左支右绌。那其实这样是不希望大家发生的。好，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准备2019的话，现在是非常好的时间。好，那严同学新年快乐。好，然后呢还有真鱼，对我还记得，好，你的微信叫真鱼这样子。好，现在新年快乐这样子。好，那希望就是大家现在在这边就是 OK，就是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就是能够申请顺利，然后呢身体健康这样子，好平平安安的。因为你看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几天这段时间到底怎样，是水星逆行还是什么嘛？水逆吗？哦，就是世界好像
你看中美贸易战也没有要停火的意思，对不对？好，现在还是在打来打去。好像最近《经济学人》又有一篇文章来讨论的是，就是中美的这个芯片战争 ，OK， 就是所谓的这个电脑晶片的战争。好，那然后开始全世界就是这个股市，好，股市也是开始慢慢有点掉头的迹象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未来的前景也是未明的，好，尤其像台币的，各位有没有看到？各位手上有没有台币对美金的？好，有没有人现在手上是有这个，就是那个应该不是美金啊，应该说有没有手上有那个日币的账户、日币的存款 ？OK， 好像 Dustin 自己有在就是之前日币很低的时候，大概换台币是0.26的时候，哈，我买了一些日币，然后呢，最近发现日币突然暴涨，好，就是避险基金直接冲到日元那边去，我就把这些日币全部都出掉了。OK， 好，对，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局势非常不稳定，好，那还不知道未来经济是上行还是下行。当然，你也不知道你2年之后你的就业状况怎么样。OK， 好，但就是 anyway， 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申请一切顺利，一切平安这样子。好，那各位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对于 GMAT 的问题呢？好，我本来想说，刚刚如果没有人的话，就开始现场在打三国杀、打游戏这样子。好，对，然后打什么，就是好那个就是游戏这样。但现在看到大家有来就太好了。OK， 好，那各位不知道最近准备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好，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大家的 deadline 都是什么时候呢？来，各位帮我回答一下。好，在聊天窗里面帮我回答你们的 deadline 都是什么时候？好，很好奇大家的 deadline 都是什么时候 ？OK， 好，因为这边好像有一点好，不过没有关系。OK， 来，因为在场有12位嘛，对不对？好，不知道你们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呢？是有人是2019年的秋季要申请，然后呢是2010年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就是2019年的这个就是9月要申请，然后2020年的1月要结束了这一段申请期吗？好，有没有？还是说有人是更早，就是今年3月就 deadline？好，我知道有一些学校它是在这个 late admission， 它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OK， 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学校，像欧洲的学校，它可能还可以，或者是亚洲的学校，可能接触到4、5月都有。OK， 好，不知道大家 deadline 都怎么样？好，大家还好吗？是不是我被屏蔽了？我这是不是讲那种不该说的话？好，我看一下哦，这个实时聊天哦，太好了，太好了，好，就过2年还申请，好，所以吴同学你应该是刚毕业，对不对？好，就是说maybe 你是刚当完，maybe 是刚当完兵或刚毕业。好，李同学对，我知道你是3、4月要申请这样子。OK， 好，来，那我这边分别给出不一样的建议。OK， 好，那基本上。好，3、4月要申请这样子，好，就是 deadline 3、4月，好，那基本上就是对吴同学，好，就是你是过2年再申请，但你现在开始准备 GMAT 是非常好的，好，因为 GMAT 这个考试它的校期是5年嘛，对不对？好，那校期是5年的话，好，基本上它就容许你有很多的这个生涯规划的弹性。OK， 好，所以你现在准备是很好的，你知道吗？你去问这些就是在大龄的在职考生，他们都会跟你讲，很后悔，没有在刚毕业就准备 GMAT。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考试考的是智力测验，好，那同样也是个英文能力测验，所以你刚毕业就准备其实是很好的。OK， 那再过几年，生活的压力就会把你吸进去，就让你喘不过气来。好，有很多在职的考生，你知道吗？其实是到最后是没有考试，到最后是放弃考试的。OK， 因为呢工作一忙，工作一晚下班，或工作有专案要出差有中断，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中断，就是每次都中断几次之后，他们就慢慢觉得习惯了。好，那到最后就是没有去考试的，你知道吗？这个数据很惊人哦。好，在我们这边就是这个A2GMAT 这个同学里面，他其实有10%到10%到15%的比例的人是这辈子没有考过的任何一次试。OK， 就是他补完习照不去考试的。OK， 好，那也有15%到25%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考过1次之后就放弃的。好，所以呢，你是一个现在你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就是说刚毕业就先去准备。好，那当然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如果现在开始准备的话，对不对？那你的战性就是在6月前结束这个考试。OK， 也就是在6月之前，你会已经考2到3次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发现到6月考2到3次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考试的话，我会建议你先去准备其他的考试，像托福跟雅思，还有准备你的申请文件。好，因为一般来说，如果连考2到3次，如果你今天是在职考生的话，你的压力会非常大。
你全职考生的话，压力更大，因为你在家里当米虫当了半年了，这样子。好，你会受到来自亲友的这个不认可跟质疑，或者来自你家里的催促。好，那这个时候如果再继续上考场去联考的话，通常会有输不起的压力。OK， 好，这个压力会让你失常，会让你越考越差。我们从就是简称要走进了死胡同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今天你就给你自己设一个短期的期限，是6月前考2到3次。如果没有考到自己想要的分数的话，请你先绕个弯去准备托福、雅思再回来这样子。OK， 好，那这个3到4月的 deadline 的同学，对不对？离现在为止还有2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老师也会建议就是先把阅读能力巩固好。OK， 好，因为呢，其实2个多月的时间其实非常足够巩固阅读能力的。OK， 好，其实上我个人认为5到6成以上的这个华人考生都有阅读能力的问题。OK， 都有很明显的阅读能力的问题。好，那我们的聪明才智是不输外国人，你要记得。好，外国人的无知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OK， 虽然这样讲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但老实说啦，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的逻辑思维就是外国人，其实我们是很聪明的。但问题来了，游戏规则制定者是谁？就是他们。 OK， 所以今天这个考试的语言就是这个语言，没有办法。好，所以还是一样，我每一次直播都在重申阅读能力的重要性。2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每天都有刻苦的进行阅读训练的话，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OK， 最怕你这2个月的时间也许很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却放错了位置。好，顺序很重要，就跟 SC 一样，解题顺序跟准备考试顺序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应该是先把数学顾好，先把阅读能力顾好，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一步一步去研究解题的这个策略跟这个背后的高等的逻辑，这样子。OK， 好，所以对于郑玉同学还有这个连同学一样重复我上次的建议，先从阅读能力开始练习会比较好。好，还有当然还有这个就是陈同学这样子。好，来，我看一下哦。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连同学的这个问题，这样子。好，你说某地的钓客喜欢钓鱼，为了维持，好，这个应该是 CR 题目对不对？好，那各位我在讲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好，当然我们现在讲一个我们现在到时你就直接用讲故事的方式。好，谢谢连同学，我知道你这次有改变一下做法，对不对？就是先要把这个故事，先把它用顺畅的话讲出来，好，这样大家都可以分享这个逻辑，这样子，那不会拖到时间。谢谢你 ，OK 哦，好，对，好，那某地的钓客喜欢钓鱼。为了维持原生种 A 的数量，政府决定引入另外一个替死鬼 B 鱼给钓客来钓。好 ，OK， 好，然后所以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湖中鲑鱼的食物减少，导致成鱼的鲑鱼数量减少与大小变少。哎，等等，我怎么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刚读到一半就觉得很奇怪，哎，怎么感觉前面是 A 鱼 B 鱼，现在突然变成是真鱼？不是真鱼，不是真鱼。好，真鱼同学不好意思 ，OK， 好，现在突然变成是什么鲑鱼？好，然后好，来 ，anyway， 好，这个地方好，这应该是2个故事嘛，对不对？第一个是钓客喜欢钓鱼，为了维持原生种 A 数量，就决定引进 B 鱼给钓客。然后第二个是某地经济靠鲑鱼的食物减少，导致成熟鲑鱼的数量大小减少，的大小变小。某地政府为了解决问题，决定引入某种虾子鲑鱼当食物。没错，就是亲兄弟，没有错，这就是食物链的亲兄弟。OK， 好，那这边就是你也看得出来，这种题目对不对？就是连同学，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这种题目的正确答案，它都会走什么形式，你知道吗？它都会走顾此失彼的形式。好，比如说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冲击，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也会影响到我的敌人，所以到最后我不一定会变得不好。好，比如说这个今天食物变少了，不是只有我的食物变少了，好，我的竞争者食物也变少了，或者是我的什么敌人食物也变少。那食物变多不一定是我的食物变多了，有可能是什么敌人的食物也变多了。好，这种我们通称为生态系食物链类型的题目。好，这种题目林同学我帮你统整一个思维。好，但是你还是要去做亲兄弟哦。好，但我帮你先统整一个思维。这种题目你可以现在稍微用笔把它记下来。好，各位如果你有在听，然后你对这种题型也常常遇到的话，我相信各位如果你有做过一次 OGPP 你应该都很有印象这种生态系食物链的题目。好，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这种题目基本上分成4种方向出题。OK， 好，我直接打在这个对话框那边好不好？好，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好，这边可能会有点延迟，不好意思哈。第一种叫做所谓的天敌，第二种叫什么？好，来，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生态系中的生物，你的数量会受到什么所影响？好，你的繁殖或你的数量会受到什么影响？第一种是有哪些人想要杀你，这叫天敌。好，第二种是什么？你的对手是什么？这叫竞争者。
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叫做你的食物有多少，是像你的猎物，好，也就是食物。第四种，你的环境，比如说有没有污染，比如说你的栖息地有没有变少 ，OK， 这叫环境。哎，好，我这边打上了就是这4种，对吧 ？OK， 天敌、竞争者、猎物跟食物跟环境。好，基本上这种题目走的套路都是什么？都是说，哎，今天譬如说环境变差了，好，还把这2个因素交换出来给你，他会说其中一个因素影响到一个人。好，比如说今天他说环境变差，然后你这个环境变得比较差，这个环境有污染，所以我们认为会对这种生物造成影响。那这时候答案就，他如果要削弱的话，答案就是什么？这个环境变差会让天敌也变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影响到你，也影响到天敌，类似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可能，你看我们如果你是出题者，好，现在连同学你想象一下你是出题者，如果今天你想要任选这四个因素里面其中2个来出，其实很好出，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你的竞争者变多。好，竞争者变多，所以我们认为你的我们认为你的这个你的数量会减少 ，OK？ 但是有没有可能食物也同样变多了？当竞争者变多，食物也变多的时候，就不会有僧多粥少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又是个削弱点。所以今天连同学，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平常没事的时候把这2个拿在一起做组合，比如说竞争者跟猎物拿起来，怎么做设计？竞争者变多了，会不会我自己会变少？不一定，有可能猎物也变多，大家都可以分到食物。OK， 天敌变多了，会不会天敌变多了，会不会我人会变少？不一定，有可能我的食物也变多了。好，这样有听得懂的感觉吗？你会发现这样就关键都是贯通，对不对？好，其实这2个出来设计，文章里面会出现其中一部分的多或少，比如说文章里面会跟你讲天敌变多或变少，而选项会跟你讲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变化。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非常好！我现在看到你的回复，你说混淆选项会变成天敌变多或食物变少，没有错，就是这样子。OK， 好，那当然，李同学一定要记住一件事，Justin 在上一次的直播有跟大家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今天我在这个直播里面我讲的是 instruction。好，知道什么叫 instruction 吗？我在这边打好 instruction， 好，是名词，叫做什么？叫做教导。哎，好，教导。好，在直播里面，我打的是我跟你讲的是一条一条的原则跟概念，可是这些概念你不一定会活用，你不一定会辨认得出来，所以还记得吗？我说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些概念，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懂得举一反三。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你在听完我这边讲 instruction 之后，你不能松懈，你不能说就把它抄下来记在小本本上面，不行，你应该要去去翻题目，去翻 CR 题目。把所有的这个食物链生态系的题目都拿出来，然后去对着我刚刚讲这个概念去做验证。你的验证有2个意义，第一个意义证明我说的话不是假的，如果我说的话是假的话，对不对？你一定可以拿到反例来打赢我 ，OK？ 第二个，你能够主动去举一反三做验证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活用这个概念 ，OK？ 好，所以这是请你。林同学，这是给你一个小作业，请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好，要把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拿去做验证，好不好 ？OK， 好，现在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然后也谢谢你今天把这个就是问题先准备好，好，这样让我们直播上就比较不会有冷场这样子。OK， 好，对，来，那再来，好，吴同学那个13 V33 Q45，哎，我跟你讲哈，来 V33的话，对吧？V33的话就阅读能力就不用我是网络上讲的阅读训练了，好 ，V33 已经够高了。OK， 好。如果你今天 V33的话，你就平常可能就是多读一点就是学术英文的文章，就是跟 GMAT 难度相仿的文章。好，经济学人稍微比 GMAT 难度低一点。好，那你可以去读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就是期刊或论文。好，平常就不用去特别做训练，但基本上就是每天读1到2篇这样子。好，就是去习惯读那种就是学术英文所写的文章。好，然后有立论有论点的文章，然后各种领域都来一点。当然，如果你特别怕某些领域的话，就把那个领域特别拉出来做平常的训练。就是对你来说，你 V33，其实你不需要去从头打底做阅读训练，你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多看学术英文的文章，每天要持续看就可以了。OK， 好。但你这个时间应该放在哪里？数学啦。OK， 作为华人考生，好，数学一烂，怎么跟外国人比呢？对不对？好，你要记得，外国人数学，我们拿国中都可以吊打他们。OK， 好，不好意思，讲话好像变得很粗鲁，拿国中都可以干死他们。等一下，我想一下要怎么讲，不好意思，当时你讲话平常太低俗了，往上自己长嘴这样子。好，
那我们我们的数学随便都可以干掉他们。OK， 好，我们的数学只是忘了，但是我们没有废。OK， 好，你国中的3年，高中的3年不是白学的，GMAT 的数学的程度最多就在高1而已。好，我们没有废掉。好，所以今天你一定要赶快花时间把数学能力找回来。好，记住哦，你不是重新学数学，你是什么？把过去数学能力找回来，这样子。因为 GMAT 出题的方式比较活，但它背后所用的数学能力其实不脱我们高1的能力，这样子。好，所以这部分你可以去找，就是我们 A2 这边团队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数学非常有经验的教学者，叫做 KH。OK， 好，你可以去找他帮忙，这样子去问他。好，来，那再来，好，各位有没有另外想问的问题？我突然发现今天好像比上次讲话顺了，对不对？可能上次太累了，好，因为你知道上次我在槟城快中暑。那我问大家一下，你们跨年在干嘛？好，调查一下。这个问题没有陷阱，你就诚实说的好。你说你跨年在睡觉，我也不会怎样。好，来，你们跨年在干嘛？好，没有人敢回答，完全没有人敢回答这样子。人在清迈。不错。好，那记得要带书去读哦。好，记得要带书去读就好了，这样子。不过我相信你在国外也不会读到什么书了，因为你玩了一整天，直播一路听到机场，我靠，这个 fan club 就对了。好了，谢谢你这支持我们的直播，这样子。好，那人在清迈其实是一个蛮适合念书的地方，你知道吗？我都很想要组清迈学习团，因为我觉得清迈真的蛮适合念书的。好，清迈有很多的咖啡厅，然后清迈就是它也有考场。OK， 要注意，清迈是有考场的。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旁的考场是不太好报的话，我都会建议大家去泰国报考试。我自己都去过泰国报考试。好，你知道台湾考场哈，这不是我来说，我已经干掉过很多次了，就是那种态度之差哈。好，这个他们自己要检讨了。好，我不想指明是谁，但大家都知道，有去考过试的都知道。好，那就是泰国考场很亲切哦，非常亲切哦。OK， 好，就是这个泰国考场的考试的那个考试人员，对不对？我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还跟他们聊天这样子。OK， 就是还可以跟考场人员拉赛，就是乱批，用英文乱批这样子。OK，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家附近考会不好的话，你可以去泰国考试，好，非常好。然后重点是考完之后，对不对？好，基本上男生女生都有的玩，好像玩什么就不说了这样子。好，来，那好，我们现在先，吴同学你在家算数学，好，非常认真，所以你倒数的那一刻，该不会也在家算数学吧？哇，真的吗？那么认真？好，祝你明年跨年可以算别的东西，不要再算数学。好，很认真这样子。好，来，那 anyway， 对，那我跨年的时候在槟城中暑这样子，因为太热了，你知道吗？槟城34度。好，我以后跨年再也不要去那么炎热的地方了。好，来。anyway， 好，我们现在回来看。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尽量丢问题，没有关系。这样子，其实我在讲的时候就在等问题，就像那个 DJ 在等口音是一样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就是连同学你去讲这个亲兄弟的验证。好，那你说这2题的加强题，它其实我们如果是要看这个思路的话，对不对？好，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在做亲兄弟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先不看他问什么，也不看他的答案，我们是先看他文章的这个叙事的方式是像不像这样子。OK， 好，那 anyway， 好，我们先来看这2题。好，那我跟大家先用口头来跟大家讲个故事，这样子。好，首先第一题叫做某个村落有个建筑，那过去的人们认为这个建筑是用来防御用的。好，比如说一个城堡，好，比如说盖一个房子，好，但是因为附近有动物的雕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建筑物可能跟当地人崇拜动物灵有关。好，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建筑物，然后旁边有一个人面狮身像，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建筑一定是拿来崇拜这个人面狮身像的这样子。OK， 好，那我知道很多同学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想一些术语。开始会想说这个东西叫什么以偏概全，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断桥什么鬼的。好，但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你不要被术语绑住自己。好，你一定要先确定你真正懂得这个观念。所以我就会说，你不要去想说这是什么术语，发明了什么名词或者什么专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好，你就先想你能不能找到跟这个故事
长得像的亲兄弟就好了。好，来我们看他第二个，我们看他找的是找什么东西。OK， 好，来，他找的地方是说，他说密西根的考古学家在低地挖到美国原住民的营地，借由动物的骨头调查，这个营地可以被追溯到1675到1755。但是这个领地其实不可能晚于1630年，而欧洲的贸易从1620年开始热络，有一点点像，只有前半部分像而已。好，前半部分就是说，发现了一个地点，然后这个地点里面或者是附近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的证据，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附近的证据去推这个地点的资讯。好，这个是有点像，那后面就不太像了，对不对？因为后面这边开始在讨论时间前后的。那后面这边就属于另外一题的亲兄弟了，还记得吗？你在欧剧可能有做过类似的题目，好叫什么？说某个家谱，好，或是某本书，好，里面曾经有几页是多少几年前的作品，然后后面又有几页是几年后的作品，好，所以后面那个比较像是考古学里面讲的这个时间前后的概念。OK， 好，那前面是蛮像的，前面都是一样的逻辑，前面就是挖掘一个地点，用这个地点附近的资讯去推这个地点的这个功能，这样子。OK， 好。或者是时间，好，对，那再来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前半部分是亲兄弟没有生，后半部分是另外一种体型的亲兄弟，好，然后再来就是实战的时候建议做很多笔记吗？好，这个题目好，来我先稍微点开来看一下，好，这个题目应该是阅读题吗？还是什么？是逻辑题，对不对 ？OK， 是逻辑题这样子，好，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点开来看这个题目，好，就是这个应该是郑同学对不对？郑同学所提出的这个就是逻辑的题目。好，那首先郑同学有先跟你讲一件事哦，就是说，好，我们平常训练也会写逻辑，一个题目的逻辑拉出来，然后来让我们今天脑子里面的这个论点是比较 clarified 的。好，不过呢 ，Dustin 在实战的时候其实只有2成左右的题目会写逻辑链。OK， 我只有2成左右的题目会写逻辑，会特别写出来逻辑链。大部分的题目我是不写逻辑链的，我是逻辑链放在心里面增进就可以了，不是增进了哈，心里面画逻辑链就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GMAT 大部分7到8成的题目，它都是一条链而已，就是2端点一条逻辑推论而已，就是要么是因到果，要么是果回因，要么就是方案目的这样子。好，大部分的题目都是这样子，很少会出现多重的推论。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遇到这种正常就是大部分的这种题目的话，你其实写逻辑链是在浪费时间。好，因为你写完之后，你也不会盯你的逻辑链看，你里面去看选项，还看原文，对不对？好，但是又遇到某些题目的时候，会特别去写逻辑链或画图。什么样的题目呢？我就举3种题目为例。好，第一种就是什么食物链 ，OK， 跟所谓的生态系，跟所谓的就是病毒抗体的题目。OK， 好，就是像人体体内机制这种题目，好，比如说像你今天提到这种题目的，就是什么 SV40，然后抗体啊，然后抵抗某个疾病，好，然后免疫之类的，或者像你看到其他题目，有可能有什么，就是视神经啊，会通过一个就是脑子里面的一个部位，然后呢传达给就是大脑讯息 ，OK， 好，或者像比如其他题目可能是今天某个药里面有某个抗体，这个抗体可以抵抗某个就是病菌 ，OK， 好，或者是今天就是这一类叫人体机制的题目，好，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食物链，有天敌、有竞争者、有环境 ，OK， 天敌可能它还有另外的天敌，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概念 ，OK， 好，或者是像刚刚讲的这个食物链的生态系的题目这样子，好，这种题目有个特色，就是人体体内机制或者是生态系的这种题目，好，它通常它的推论都会是多重的，而且它的主角会是2到3个以上，所以如果看到这种题材题目的话，我会毫不犹豫边读边把它的关系线画下来，因为我不画，我必定是要再重读一遍的。OK， 好，然后再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题目叫什么？第二种题目叫考古学的题目。OK， 因为考古学题目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时间，或者是2个以上的地点，或者是2个以上的证据，所以这种题目对不对？好，我也会去特别把它的那个关系画出来。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叫做数据类型的推论题。推论题有分2种，一种是故事类型的推论题，就是2到3句话都在讲故事，没有什么数据。另外一种叫做数据类型的推论题。我举个例子，礼拜1送建筑材料，礼拜2、礼拜3送特殊货物，礼拜5之前没有送过就是BD 没有送到 BD 之外的地方，
有看过这一题吗？还记得吗？好，当然我刚刚讲那个数字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叙述。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看过，对不对？一个什么快递公司送建筑材料、送特殊货物，礼拜几之前送什么东西，或者像比如说你一定有看过某一题叫什么？叫做所谓的有2个地方它的饭店，好，一个地方比另外一地方游客多，但是呢，这个游客比较少的这个地方最大的饭店跟你讲说他们的人数比另外的地方还多，这种东西叫做数据类型的推论题。好，数据类型的推论题的时候，我会特别把它当做数学题来处理，我会把它怎么样？我会把它画起来。好，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题目，可能就会去举一些实际的数字当例子，然后呢开始去画，比如说是表格图啊，或文式图，或是一些算式这样子。好，因为资讯比较多，好，所以简单来说，我会特别去写逻辑链的题目，只有占2成，就是那种资讯比较多、主角比较多、推论比较多层的题目。那这种题目我目前遇到比较棘手，就是刚刚讲的3种。第一种叫做食物链或生态系，或者是人体体内机制的题目；第2种叫考古学类型的题目；第3种叫什么？第3种叫我们刚刚讲的数据类型的推论题。好，希望我这样对你的解答要够清楚。OK， 这叫实战上的概念。那像这一题，因为它很明显是在讲这个人体体内的机制，好，所以我在看到第一行的时候，对不对？我看到这种病毒抗体疫苗，我大概就有个警觉，我就开始会写逻辑链了这样子。OK， 好，来，那再来就是。IR 想要提升呢、阅读能力继续加强之外，还建议做什么？这个不是我的专长，好，我自己 IR 有考过8分，OK， 好，但是呢，我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IR 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可以跟你讲，IR 其实很就是他用的图表没有比你平常生活中用的图表难，没有比你在工作上用的图表难，好，他用的这个就是数学也没有比真的在考的数学难，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IR 对不对？其实你在那个 OG 里面的50题，还比考试中的题目难。OK，所以 IR 的部分，其实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加强阅读能力这样子，因为你会以为你看得懂，但其实上文章里面资讯有很多陷阱，比如说单位换掉了，比如说它的范围不一样了，比如说它的时间不一样，好，它其实有蛮多的陷阱。好，所以 IR 这部分你可能不能问我，但如果你要问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继续加强阅读能力。OK， 好，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对 IR 做什么准备，我只是把那50题写完，然后最后考试就拿了8分这样子。OK， 好，对不起，我知道这样讲好像很欠揍，但是老实说，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什么建议这样子。好，对，那再来就是好，我看一下下面的这个问题。好，那希望刚刚郑同学跟林同学，我有解决到你们的问题这样子。好，来，就是这一题的 CD 选项，我看一下哦，来，好，我们大家来打开这个题目好不好？好，如果在现场各位好，我相信这15位同学应该是死忠粉，OK， 没有开玩笑的哈，谢谢你们还记得我的直播哈，我今天就是真的忘记了，就是要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宣传出去，但也没有关系，好，因为得到Steam就是。与其说要看多少人，那人多我会很开心啦。但我其实真的希望是能够跟大家随意聊一聊，然后能够帮大家多解决问题这样子。OK， 好，那今年的新年新希望，我也是许愿，就是脾气要变好，不能骂人这样子。OK， 没办法，之前去年谣言都说我脾气太差了，我没有脾气差，我只是脸臭。OK， 好，我只是不笑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杀人犯。好，然后呢，像这样。以前我就被人家说是什么，你不笑像杀人犯啊。好，然后呢，学生就说你不笑像杀人犯。然后我说好，那不然我下一次就开始笑好了。我下一次就是上课的时候带着笑容。他们说我像强奸犯，我靠北啊 ，OK， 不笑的时候像杀人犯，笑的时候像强奸犯。那我到底要怎样 ？OK， 好了，不要讲干话，不要讲干话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好，你说认为 for VNG 是不替的印度大众主义是表目的 ，to 是有明确逻辑主义，但这一题的逻辑主义不确定，不特定大众答案却是 C。OK， 好，我来看一下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好，你说的就是你刚刚贴出来这个 Japan's abundant 这一题，对不对？好，来，made it possible to rise，
好，来，吴同学，好，这边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好，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A2 会讲一讲这个 for VING 是不特定大众，to 是有明确的逻辑主义，这个是在它单独使用的状况下，也就是它没有去跟别的词语做固定搭配的状况下。可是今天这个 possible 它已经是一个就是 GMAT 很常考的固定搭配了。好，如果它是固定搭配，就是 GMAT 常考的惯用语的话，你就不能够用这种规则来解释。OK 吼，好，就是 dusting 对不对？好，dusting 就是我很少教他们去背规则或例外。OK，好，但是 GMAT 里面如果它是常考，就是说疑点，是你在别的题目里面也见过的疑点的话，好，你就不能够拿我们平常一般的通则来解释。好，就像是我举个例子，the more 逗点 the more 好像这种句型，如果你要说它是 sentence fragment，也可以讲它是 sentence fragment，那为什么是正确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什么？那就是特殊句型嘛，那就是固定搭配。像这个地方，吴同学，我必须要跟你讲，这边是固定搭配。好 ，possible 后面对不对？接的是 to do something。好，对，所以就是这个其实跟表大众还表特定没有关系，单纯就是你不知道它是固定搭配。那你说的那到时，那我怎么知道哪些是会考，哪些是不会考的？好，这边我给你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上课讲义 C 本后面我帮你大家整理好惯用语。第二个，曼哈顿这本书里面有2个章节，好，分别我忘记是第8还是第9章了，还有后面的附录都帮大家去整理常见的，就是考试 GMAT 会考惯用语。第3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在平常做题目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边是来考惯用语的话，你不确定，好，你就去搜寻正确句子，就是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或者网上搜寻到这个正确句子的合集，去搜寻这个字到底在别的题目里面有没有出现过一样的用法，是不是都是同一种用法？如果你发现是各自不同的用法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就不是惯用语，就是假考点。好，就不是说一定要这样搭配。好，如果你今天发现好别的题目都是一样用法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背下来。如果你今天发现只有你这个题目出现，没有别的其他题目出现的话，那个就考你这样子。OK， 好，所以像刚刚这个 possible， 你等下去搜寻，好，去搜寻 OGPP 的正确句子里面所有 possible 出现的句子，你会发现都用一样用法，那个就是惯用语。OK， 那惯用语就无法用一般的通则来解释。好，这样的概念。好，来，那大家要记得哦，就是说在平常在平常我们在检讨这个SC 的时候，好，要小心一些事情。好像这个，因为我自己在这个礼拜带6人小组 ，OK， 好，我这礼拜带我们这个就是6人特训小组，你知道吗？他们被我操得很累，非常累。就上次那个周同学，对不对？现在正在做作业，OK 啊，上次有上来哈，然后现在就不敢上来了，是因为他现在在忙着赶作业，好，因为大家我作业每天都蛮重的这样子，好，就是作业重到什么程度？就是阅读训练1篇，然后呢 RC 1篇，然后呢 CR 1题，SC 1题，好。这样子就要重，这样子好。当然你会说，哎，不对啊，我平常都写5题、10题、20题啊，你怎么会叫重？你不是在各1题而已吗？但是他们训练的方式不一样，就是他们用的方式不是只是把题目写过去，而是要把这个题目的逻辑搞懂，并且要找到相同逻辑的另外一道题目。好，所以这个作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但他们也说，这样子反而会更深入的思考，更知道出题者想要出什么东西。好，所以目前为止，你看他们现在就是都还在，你看都我们是用 Slack 这个平台来看，现在大家都在线上做题，哦，所以不是做题就是做训练这样子。OK， 好，那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好，在这个就是密切盯着这6个人的途中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一个点，好，就是大家在检讨的时候，往往都会模糊化。OK， 好，什么叫模糊化呢？就是说，大家开始会觉得，大家开始会就是检讨的那个理由是怪的，好，检讨的理由是不对的。OK， 好，应该说不是不对，只是检讨的时候他的这个检讨方式是错的。好，这边我把它贴在这个，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好，我把它贴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聊天框里面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就是我在里面跟他们分享的东西。OK， 好，来。好，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好，还是没有看到呢？还是我贴的太多了？为什么他不给我发？是不是？好，来，哎，他不给我发是吧？大家有看到吗？不好意思，我这怎么感觉？
YouTube 不知道是怎样哦，其实直播常常会出个什么问题之类的。Anyway， 好，等我一下啊，为什么我的直播会出现彩虹画面？好，什么东西？好，不好意思，各位稍等我一下好，我现在来看要怎么去就是这个，好，现在看一下我要怎么去把这个直播里面，对不对？去把这个直播里面的这个聊天框，好，把它同步这样子。那当然，各位，如果你有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发问是没有问题的。好，我都会去解答各位的每一个问题。OK， 好，稍等我一下哦。好，问题的好，我都会去发生什么事情。好，来，哦，好，是我这边的问题，对不对？好，来，我看到了。好，各位，各位有看到对不对？好，就是复习考点的时候，请你不要用背的，好，请你最好一定要是找正确句子或类似的题目来理解。OK， 然后还有就是你一切的检讨到最后都要回归到5大层级，也就是说，到底这个地方是文法绝对的对错，还是逻辑合理不合理，还是表达上有没有歧义，还是冗长精简，还是说其实根本是不会考假考点？你不能最后经常跟我讲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怪啊，不好啊。语义错，就语义错不能这样讲，因为语义有2种错误，一种是完全的不合理，一种是表达上不清晰，这有2种错误，你不能只讲语义错或语义不好，没有这种检讨。好，这种检讨都是什么？自欺欺人，然后呢，便宜行事这样子。好，然后还有平常什么平常语义错不对，或者是平常可以这样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不能这样用？比如举个例子，什么就是代名词不能指代插入语内的名词。你有看过我在网上任何的解释，或者在我这边任何的解题，跟你用这种小规则来讲吗？没有嘛，对不对？我跟你的解释为什么那么的清楚，那么的直白，就是因为我不会给你很多小规则，我不会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可以，但那边不行。OK， 其实刚刚那个情况是很少见，就是惯用语情况啊。好，但其他情况我不会跟你讲说什么限定才能跳，非限定不能跳。然后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边不行。其实剧院媒体没有那么多的 exception， 没有那么多的小规则。所以大家在检讨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第一个，你的检讨到最后，你的所有的考点都不能说能用不能用，好或不好，或者什么概率问题不行。你要把它归类到这5大层级：文法正确、逻辑合理、表达清晰无歧义，还是精简漂亮，还是不会考假考点？那你如果说这个层级有什么用呢？层级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请你看我在部落格上放了这个影片。OK， 好，你打层级2个字来搜寻，就可以搜寻到我的讲解层级的影片。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SC 的概念。好，检讨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怪好语义错哈，什么平常不能这样用，不要这样讲。OK， 好，然后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发现刚刚那个聊天室有卡住，所以我现在重开的时候发现前面有留言。好，所以现在我回来回答前面的问题，这样子。好，来，那个就是实战逻辑链有什么小技巧或比较快的写法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把你认为传达因果的方法，就是我用逻辑链跟大家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把因素写下来，然后我把这个线条拉一拉，就这样而已啊。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方法，我没有比别人更快。好，我没有什么发明什么特异独行的方法。好，对啊，我跟你一样啊，就是多练习多写就会快了，真的真的。OK， 好，所以平常会要大家每一题都写，是因为要让你多练习。OK， 各种不同的状况你会怎么写？但考试的时候不会每一题都写。OK， 因为你刚问的是实战嘛，所以考试的时候不会每一题都写。但平常的时候是每一题都要做，在检讨都做这件事情。好，那是考试的时候备而不用，但是平常的时候你要先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我做逻辑链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跟大家一模一样，就是读一读发现这些因素之间有连接，我就把它连在一起这样子。那如果我发现整个太乱的时候，好，有一个小 paper， 就是整个太乱的时候，我会从结论开始连回去，我会抓住结论作为中心，或者做一个终点，然后开始去把逻辑链串回去。好，不会说随便读第一句话就开始写第一句话逻辑链。如果我发现整篇文章读完之后太复杂的话，我就会从结论开始回溯这样子。OK， 好，来，那OK， 好，陈同学对不对？你说 RC 找亲兄弟，今天尝试找了一篇，感觉同类的文章结构一下明朗了，感谢导师你的方法。好，我也很谢谢你愿意尝试这个方法，这样子好，因为
就是毕竟你知道，就是现在全世界没有人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也很怕浪费考生的时间。OK， 好，是我自己试过有人出分手，我才敢这样推荐。好，但也很谢谢你有勇气来试这个方法，这样子。好，来，那这边你说除了找同类文章新闻逻辑还可以做什么呢？好，这边我就直接贴给你看我最近的整理好了。OK， 好不好？好，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贴一下。好，大家也可以去把它记在你的笔记上面。好，因为我最近刚好整理就是亲兄弟这个方法的细节。好，我直接用贴的比较快。好，因为上次用那个分享荧幕嘛，对不对？后来就是切来切去，我觉得很麻烦，我就不切了，好就怒了，你知道吗？我很容易发怒的这样子。好，来等我一下哦。好，各位不要跑走哦，好，跑走会难过。来，我找一下。好，最近有就是更细部了。好，就是说亲兄弟总结的单位要是什么？我知道你现在问的应该是，你知道这个方法的精髓，就像说你要找到类似设计的题目，好，类似设计的这个点，可是你不知道它的单位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后来又花了一点时间把它打得更仔细了。好，来，我想想看我看看这要怎么贴。好，好，我找到了。好，我这边要怎么贴呢？好，等我一下哦。哇，哈哈，哎，各位，他跟我讲说我的字数太多。好，现在该怎么办？我想想看。嗯、我想想看。好，不然这样好了。啊，因为这边没办法传图片嘛，对不对？好，不然这样好了。好，我直接把它贴在一个就是文字分享网站上面，好不好？好，当然之后我会把它弄成部落格的文章。好，但是现在我先把它贴在一个文字分享的网站上面。好，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先去看，可以吗？OK，来，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翻墙嘛，所以肯定能看到。好，肯定能看到这样子。OK，好，那稍等我一下，我把它贴在这个，我把它贴在这个文字分享网站上面去。不好意思，每次直播都没有准备好。好，现在 Google 要我验证了，现在讲全世界都要跟我作对就对了。好，现在 Google 要我填图片验证，请选择包含区中横有承折的图片，没有什么认真。来，好，各位，现在请帮我我现在要把它贴在这个，好，来。各位看到这个网址吗？哈，这个 PPT 的网址 ，OK， 好，这个网址不是病毒哦，不是什么木马网站哦，OK，好，这个是就是我把刚刚的文，等一下，不好意思，哎，怎么这个文章是没有的？搞屁哦！等我一下哦，好，我先确定一下可以用，不好意思，搞屁哦，来。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要把文章锁起来。好，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丢，没有关系啊，希望大家不要走人这样子。我试试看。对，我知道点开没有东西，所以我现在想办法，还是我直接用缩图的方式会比较快。好，还是我直接用缩图的方式。好，来，那我再稍等我一下，好不好？OK，好，我直接，因为我实在是怕说分享荧幕的话，就是没办法，因为你没有连接让大家点这样子。OK，好，我直接用缩图的，方式好了。烦。好，直接用讲的好了。我直接用讲的好了，烦死了。来，好，大家不要走人，听我来讲。要记得当死忠的粉丝哦。OK， 好，大家不要走人。好，来，好，我直接用讲的比较快。OK， 好，
烦死了，烦死了！来，我用分析，我现在要开始屏幕共享哦。好，屏幕共享。有看到帮我打1好不好？帮我打1可以吗？好，我先确定一下，我折腾了那么久之后，其实你们也是有看到的，有吗？有看到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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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没有看到再跟我讲好不好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打的这个亲兄弟的这个单位。好，谢谢你们。好。像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然后上次跟大家示范过了，好，这边我就不再赘述了。好，如果上次你没有看，你不确定这边在讲什么东西的话，对不对？好，这边在讲的是说 SC 的亲兄弟，就是为了把每个差异点都要找到相同设计类型的，就是相同差异点设计的另外一道题目。好，比如说这边我举的例子是38题的 AC 跟45题的 Do1，它都是用好一个句子对上什么？好，它这都是可能都是用代词句对上就是 of 就是介系词加名词加必然句。之后会变成部落格的文章，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打得很完整。OK， 好，所以可能会再花一点时间，可能会是1-2个月之后，因为我中间还要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就慢慢开始去修正这样子。好，而且重点是，就是我中间还是在试验这个方法，还要再微调这个方法，所以之后会变部落格的文章，但是大概会是1-2个月之后这样子。好，那这个地方设计模式是属于核心语义的调换。好，然后就是等于说你要把这2题找出来，然后呢，确定你能用同一个方法来解释它，然后你可以看得出它2题是同样的差异点，这样子 ，OK。然后你看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好或不好，我们不是用对或不对，我们是用它为什么今天错或对，它是合理性的问题，然后要注意什么地方 ，OK。好，那 CR 的这个亲兄弟就不是差异点了，好 ，SC 的单位就很简单是差异点，好，那 CR 亲兄弟是这3个，好，3个单位，一个叫行文逻辑。一个叫正确选项回应文章论点的逻辑，一个叫混淆选项的逻辑错误类型。这每一个题目你都要用这3个层面来各找一题亲兄弟。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行文逻辑的范例。OK， 好，比如说这边你可以看到某疗法去年死了10个人，所以这疗法肯定是不好的。某个学生上学期考试考了20个0分，所以这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一定很差。你会发现，所谓的行文逻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看他问什么，我们先不看他是问削弱还是加强，因为实际上在考试的时候，其实削弱跟就是同一个故事，它是可以换问法的，它可以同一个故事，然后呢，它可以问你削弱，也可以问你加强，也可以问你假设。所以行文逻辑的意思就是拨开选项，拨开它的那个问题之后，你文章本身论证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像这个地方。我知道你可能会心想，这不就是所谓的样本跟母体的概念吗？但请你记得，我们在找亲兄弟的时候，不在乎你心里面放的是哪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在乎的是你看不看得出来这两个故事是同一套逻辑。OK， 好，来，我问现在各位，来，请问这2个人是不是同一个智障？你觉得是的，帮我打1好不好？好。大家都可以去丢问题，那这些问题我等下都会去慢慢一一回答，所以不用担心。OK， 好，虽然我明天要出国这样子，对，好，我明天要坐飞机。好，来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他是同一个智障，可以帮我打1吗？就是同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同一种语气所讲出来的，同一种逻辑所编出来的话，只是皮换都不换，看得出来吗？好，吴同学，谢谢你。好，你是第一个看出来是智障。OK， 好，来看得出来哈，看得出来哈。好，这就叫行文逻辑的亲兄弟，叫行文逻辑的亲兄弟。OK， 好，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假设今天是说 OK， 好，为了减少污染，好，为了减少什么？比如说为了减少塞车，政府课征汽油税。OK，
阻止人们开车。再来，为了减少污染，政府征收垃圾处理费。OK， 好，然后呢，就是 disencourage， 英文会这样写，但中文不会有这个单一的意思，就是 disencourage 人们制造废弃物。来，各位你知道吗？这两题都是官方题目出现过的故事，知道吗？有印象吗？有印象吗？这两个题目都是官方题目 OGPPGL 里面所出现的故事。好，只是我现在懒得去把那个题目贴给你看而已。OK， 因为贴给你看，你要花点时间看，也会浪费我们讲解的时间这样子。但你可以找到。好，我相信你有印象。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同样的叙事逻辑的把它抓出来。OK， 好，那再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吗？好，中国学生在睡觉的时候，美国学生都在念书，所以中国学生的勤劳程度输给美国学生。好，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加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故事，我们是看正确答案它是用什么方式来回嘴的。OK， 好，像你看这个地方，中国学生在睡觉的时候，美国学生都在念书，所以中国学生勤劳程度输给美国的学生。那你看他怎么weaken的？他说：“啊，你怎么不讲美国学生睡觉的时候，中国学生也在念书啊？对不对？还是用反过来讲，对吧？好，检查反面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在 OG 里面，不是在 GWD 里面出现了这么样一道官方题目，哎，各位有没有印象？好，应该有人做过吧，对不对？某个杂志收到一篇保守派的投书，就会等一篇自由派的投书来平衡报道，所以这个杂志的立场是平衡中立的。有做过的可以打1吗？有吗？有没有？有没有？来，还是没有印象？应该有人做过吧，对不对？好，大家怎么了？大家迟缓了吗？不要迟缓啊，拜托。好，应该有人有做过吧，对不对？那你那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那个题目虽然是评估题，但注意哦，我们今天找新兄弟，我们不是管他的题，我们不是管他的题型是什么问法 ，OK？因为我说过了，同一套逻辑它可以削弱，它可以加强，可以假设，它可以评估互换。像这个地方它虽然是评估题，它的答案是什么？那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平衡中立，我们就要看它反过来，如果今天是先收到自由派，他会不会等保守派的人来平衡报道？如果你会等的话，那就是单一标准；如果今天不会等的话，你就是双重标准，对不对？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两个题目我们看的不是什么？不是故事的逻辑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只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故事其实看起来没有什么相似性，至少没有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东西那么相似，对不对？OK， 好，但是如果今天你看的是正确答案，怎么样去回应文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回应的方式非常相似，就是反过来看一看你是不是对的。这个就叫做我们在 CR 检讨的时候的第二个单位，就是正确选项如何回应文章论点。好，所以这两个差别在于什么？这个是不看，这个是我们不讨论他怎么问，我们也不讨论选项怎么写，我们只讨论这个故事的行文逻辑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加入了正确选项 ，OK， 我们加入了正确选项，好，但我们不管它的问法是什么，我们只看正确选项回应文章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 ，OK， 好，那其实像之前还有一道题目 ，OK， 好，来我把它显示一下，好，不好意思，因为有人传连接的话，他都会先把它屏蔽掉，然后要我这边手动显示这样子，好，哎，所以吴正同学你可能传了这一题出来，没错，就是这一题没有错，我看这个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了 ，OK， 好，来。这边呢，我们再打另外一个，就是过去曾出现过的题目，让大家参考，就是什么？某地的垃圾掩埋场快满了，政府为了解决好该问题，决定征收垃圾处理费、垃圾处理费。OK， 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让人们减少制造垃圾。
OK， 好，决定征收，好，对，决定对倾倒的垃圾，好，收集的垃圾。那一题的 weekend 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一题的 weekend 答案是什么？叫做人们会违法乱倒垃圾。来，这题好像是 OGIPP 的题目，好，有人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好，谢谢。好，有人记得对不对？好，来，再来，另外一题是 GWD 的题目，还是 PP 我有点忘了。好，因为我记得故事，但是我有点忘了它的题号跟关键字。OK， 但你们要把它找出来。好，就是什么？就是某个保护区的动物，我记得好像是乌龟吧，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好，濒临绝种。后来，但是因为人们的大量盗猎。今天呢，好，政府发现人们盗猎都要开车进去才行，走路不行，所以就在就拉了保护区，在保护区的入口设立检查站，禁止人们开车进去。好，这个题目我有印象，但是我忘记是哪一道题目，但是它确实是官方题目，因为我有讲解过。好，这一题的 weekend 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题 weekend 的答案叫做：好，人们会偷偷从没有检查站的地方开车翻进去，就是就是很像走私的概念了。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题它的答案回应选项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忽略了人们会违法的可能性，对不对？这就叫所谓的行为逻辑的亲兄弟。好，那再来第三种单位就是什么？混淆选项亲兄弟。注意哦，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检讨垃圾选项的。OK， 好，我们不检讨垃圾选项，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某个选项，它比如说举个例子，它文章跟你讨论人口变多或变少，结果选项跟你讲说这个地方气死的价格涨了，那我要怎么检讨，对不对？这个没有任何的检讨意义。OK， 你就看得出它是很明显的这个无法回应主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检讨了。但我们要检讨的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2选1会犹豫的，或是我们最后去选错的选项，我们要去检讨。好，那这个地方对不对？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好，这2年间某间公司的支出下降了，所以今年利润有望增长。那这时候混淆选项可能会有一种东西叫做，好，当然这个题目会是我们假设它是 weekend 好了 ，OK， 我们假设它是 weekend。比如说这个时候可能今天会有个选项，好，这个选项说这个公司的人事费用大幅上升，那你们发现今天这间公司就已经跟你讲支出下降了，它总支出就已经下降了，所以今天会影响利润的应该是支出以外的因素，而不会是你前提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人事费用，因为你就算人事费用上升，但你总支出下降了，好。所以今天怎么样呢？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前提嘛，对不对？好，当然我说今天说术语是补充前提，但是你不一定要知道术语，你只要知道它的逻辑概念是你在讲的东西是前提已经包含进去的概念，好，就是前提已考虑的概念这样子。好，那你看 A 的亲兄弟是什么？就很像这个地方一样，某地的人为捕鱼的数量变多了，但鱼的数量却没有变少。我们今天不要讨论捕鱼的人数变多还变少，因为今天就算捕鱼的人数变少了，但是你就是最后捕的鱼就是变多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2个地方也都是什么？都是在补充前提前面的概念，但是其实上怎么样的？前提已经把人为捕鱼的数量锁死了。好，所以就算人数变少，但你捕的鱼还是多的。好 ，OK， 那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已经把什么公司的总支出锁死了，所以就算支出的其中一部分上升，但你整个支出还是下降的，这就是什么前提已考量的概念。OK， 好，但当然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你的重点不是去把这个名词写下来，你的重点是把这2个地方归在一起。OK， 好。然后像你看这个 B 选项，好，
今年利润有望增长，但这边讲什么？2年后公司专利即将会到期，市场独占优势会下降。那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什么？我们只讨论今年的利润，结果你跟我讲2年后的事情，你这个牛头不对马嘴这样子。OK， 好，2年后的因素不会倒回来影响今年的因素。好，来，那你看这个地方，过去10年来，空气污染问题变严重了，这应该是因为政府发电更加仰赖火力。你有发现，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过去10年这段时间，那30年前的状况怎么会去影响到过去10年的状况呢？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你可以说它是什么跳脱时间的 scope。当然了，就是这个是专有名词，可是其实我不需要你找专有名词，我只需要你怎么样？我只需要你就是找去感应的出来。OK， 好，就是这2个题目的，就是这2组选项的表达逻辑是一样的。来，各位，现在让我问一下。对哦，现在让我问一下大家，你经过我的讲解之后，你能够知道，你能够理解这2组选项是同一种出题模式的，可以打个1吗？好，打个2好了，好不好？打个2，打个2。不好意思，我一直看那边是因为不好意思，没有，大家看不到我，对，因为现在在看荧幕，好，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看的手机，是因为手机上有大家的这个聊天这样子，好，就是我要用手机看聊天室，好，来。你看得出来 A 跟这个 A 跟这个 A， 这个 B 跟这个 B 是同一组设计模式的，然后可以打个2吗？好，谢谢。这就是我们检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混淆选项的亲兄弟。但你知道吗？我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的6人小组魔鬼训练小组去做，好，他们说他们找的非常的累。我说。你们之前不是有做过总结吗？因为我们小组有一个那个限制是你之前必须做过 OG 跟 PP1、2总结。好，他们说我现在感觉我之前总结没什么用。OK， 这样懂我意思吗？OK， 如果你的总结应该是有用的话，你应该是可以立刻联想到类似的题目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亲兄弟的总结模式。那当然，现在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回来翻一下刚刚的这个。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就是刚刚的Carolina 的那个问题。好，就是什么 RC 找亲兄弟，除了文章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好，当然各位你可以稍微就是把这个地方等一下可以来重看。好，这边我也是因为这个篇幅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把这篇文章放出来。你可以把这2篇文章这个开头你就可以把这2行字复制到 Google 里面去把这些文章的原本的文章找出来，然后呢你各读一次来对照一下它的行文逻辑跟行文的那个架构，就是它文章的这个 flow 是不是一样的？你对照的时候，你就会马上豁然开朗。这2篇文章根本就是表达架构上的亲兄弟。好，来，那根据就是上一次那个周同学，他就跟大家讲，他做这件事之后，一开始觉得很困难，他一开始找了50几篇才找到亲兄弟，但他后来慢慢习惯之后，他现在也做得很快，而且他现在几乎文章大概扫一扫。也不用读完全，也不用说读到每个细节，他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架构以及论点是什么东西了。OK， 他才过了5、6天就已经可以这样了。OK， 好，来，再来，我现在回答周同学的第2个问题，刚刚那个问题就是 RC 我们除了抓这个文章结构，我们还可以抓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检讨垃圾选项，我们检讨是混淆选项、逻辑错误、设计类型亲兄弟。好，什么意思呢？来，这边我就因为比较多 ，OK， 好，所以这边你可以把这个链接稍微记一下，好，等一下你可以用手 key 进去这样子，好，你要去看一下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好，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好，糟糕，这个好像，好，来，好，我这边就贴给大家看，好，来。我想看到贴的还是要什么？好，来各位，好，现在帮我先打开第一个链接，好，帮我打开第一个链接，好吗？好，来，好，打开第一个链接咯，好，打开第一个链接之后，你们看到它有定位这个地方，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快一点，好，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讨论是犯了什么错误，你可以看到选项用的是 most expert side then， 好，它后面都是正确的。但他今天回文定位会发现这边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回文定位之后，它是 instead this analysis， 它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大部分人的意见。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选项，它的 must 它是把范围推到全体的。文章里面只有讲这些研究，但这边却变成是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做啊 ？OK， 好，或大部分人都怎么想，所以这边是它的逻辑上是还故意用全面的字眼把范围过度扩张，以偏概全这样子。OK， 好，当然重点不是以偏概全这4个字。好，那我们现在再请大家去打开第2个链接，好不好？不好意思，我突然发现大家好像打开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怎么办呢？好，来，不好意思，我这边帮大家我先帮它贴出来好不好？把这个链接贴到这个聊天框里面，好让大家比较好操作。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直播还是有些限制，我下次会做好投影片。对，因为每次都是没有预设的这个立场，不是立场讲错了，预设的这个讲法。好，这个啦，好，大家现在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把它打开，这样子。好，来，打开了吗？好，打开的话，请看一下这个第1个链接的这个，请看一下第1个链接的一选项。好，我再重讲一次哦，第1个链接的一选项。好，第1个链接的一选项你打开之后，对不对？你会发现它里面出现了一个就是 highlight 的部分。OK， 那这个题目你看它的一选项，好，它写的是 most experts。但你看文章的一开始第1个字，它是写什么？它是写 less analysis。好，当然我先跟你讲，考试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检查后面的资讯没有错，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的错误是在于文章里面讲的是这些研究，但是选项却变成是以偏概全，变成大部分的研究。OK， 好，当然重点不是以偏概全的4个字。好，那你现在打开第2个链接，这个621考这个链接。OK， 好，来。你可以看到文章中就是这个地方，文章中间有一个，你可以把它稍微往下面翻一下。好，这个第2个链接往下面翻一下，也看得到这个题目是有定位的。好，这个题目它定位在这一句话里面。OK， 好，就是我们回来看这个定位的这一行，在定位这个地方的从第一行字开始看起。The constructivists gain acceptance by misrepresenting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s are supposed to believe, for example, that machinery imposes appropriate forms of order on society. OK， 好，大家希望我看到。好，来，他这边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好，某一派的学者，他们借由去扭曲对手的意见，来达到大众的认同。他们让大众认为对手应该是怎么想的。哦，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来得到认同啊，这样子。好，那你看这个题目的这个 B 选项。B 选项说什么？说这个题目在讲的是什么？在讲的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的看法。重点在那个 general 身上，在那个 general 身上。OK， 好。B 选项好。文章里面虽然这个地方，当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地方都是对的。好，你都觉得都推得出。可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B 选项它讲的是大部分人都接受的，但其实文章里面其实一开始只有讲说。这个想法是什么？就是得到认同，但没有讲是大部分人的认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它跟刚刚的题目一样的亲兄弟，什么意思？文章里面虽然有讲到这样的资讯，但却没有讲到它的范围或程度。这边故意用了范围或程度词，把它过度的强调或过度的限缩范围了，这样子。好，这就叫做所谓的混淆选项逻辑设计错误的亲兄弟。好，所以回到刚刚讲这个 Carolina 的问题，好，陈同学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的 RC 除了文章架构的亲兄弟之外，你也要去找混淆选项设计逻辑错误设计类型的亲兄弟。OK， 好，那你可能会说，那这个要怎么找？这个是不是很难找？这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花每个选项都看？其实没有，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向。好，这边打在这个就是聊天框，不是聊天框，我这边打在这个就是Word 的文件里面。OK， 好，你的方向第一个应该是，好，先想，找法应该是什么？找的 pebble， 好，第一个，先想这边如果是出，好，
Fraud in the reasoning 的逻辑题，答案会是什么？像比如刚刚那个地方，文章里面，好像比如刚刚的地方，文章里面讲的是analysis。Some analysis 就是这个选项突然写成是，突然写出来变成是所谓的这个 Moss experts。那这边如果今天他这边假设你想象一下，这边有一题逻辑题叫做 fraud in the reasoning， 请问这个句子的回应文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先想一下你的答案会是什么。那各位你有看过 fraud in the reasoning 什么题目吗？它就是所谓的逻辑错误题。它的5个选项不会给你故事，它给你问说他犯了什么逻辑上的错误。像这边我们要想，比如说我们想说文章里没有强调范围，他刻意把范围推到极端了，这样子，好，它就是以偏概全。好，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它要让你要先把自己的重点从那个字身上拉离，你不要以为是那个 Moss 这个字错，因为大部分的考生都会觉得好像只把那个字标起来就结束了。好，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要先把你自己从那个字身上拉离，去想说它背后真正的逻辑错误是什么类型，这是第一步。就是先把它变概念化，好 ，conceptualize。第二步，当你今天概念化之后，你确定你知道它叫以偏概全，或者叫文章里没有范围，它硬是要去强调范围，或是范围扩张，或者范围限缩，好，或者像比如说无因果推有因果，或想说是因果倒反，好，你确定你知道这样的逻辑错误之后，第二步，从出题者角度来想，想什么？想说，如果我是出题者，我会用什么字眼出？好，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它可能我们原本叫部分推全题。那现在我就要想，如果我是出题者的话，部分推全题我会用什么字眼出？我可能会用什么？比如说刚刚看到的是 must， 还有哪些字眼是可以表达的？我上次有讲过嘛，对不对？比如说像是 general， 比如像什么？比如说像是所谓的 extremely， 比如像是什么？比如像是 all， 比如像是 never。好，第三步就是用这些字眼去搜寻别的题目，搜寻到后回文定位验证是否真的有这样设计的前景。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只知道这个题目是没有 mouse 的写出 mouse 的情况下，我们先想是部分推选题的这个核心，这个逻辑错误。再来我们去想，如果我是出题者会怎么出，去尽量去想你有什么样的语气可以表达，然后接下来把你想到的这些范围，把你假想的范围拿去做验证。所以我就会搜寻出现 general 的选项，出现 extremely 的选项，出现 all 的选项，出现 never 的选项。搜寻到这些选项之后，我再回去文章去看它的定位句是不是真的好，就是跟这边是有这样的逻辑错误。我可以跟你讲，当你找到验证了之后，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不用去背那个，你不用去背它，到底是以偏概全还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一个举一反三的过程，你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出题者，你也很确切的知道，好，它背后是什么样的逻辑错误，而且还会怎么出题，而不是只是把 moss 这个字圈起来就交差了事。听到这边，你就可以知道，你过去在做总结其实是假的总结，对不对？在过去做总结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没有在思考。OK， 好，来，好 ，Anyway， 接下来，所以这就是回答 Karina 的问题，这样子，好，不好意思，花的时间有点久，希望你有理解。OK， 好，希望这边你有理解，这样子，好，来，回到我身上，好，好，我们现在回答下一个问题，好，来，希望你这边有理解，好，那个就是。等一下，我找一下。好，这一题的好，你说吴正同学，你说这一题的 A、C 选项 ，so as to 跟 so that 只有简洁程度的差别吗？表达因果时没有语义的差别啊？有啊，很大的差别啊，你知道吗？好，来这里吴正同学，我先提醒你哦，这个地方它其实今天它真的考的不是说 so， 不是说 so 要搭配 as to 还是要搭配 that， 它考你的其实是用不定词表达跟用子句表达的差别。OK， 用不定词表达跟用子句表达的差别。好，那这个差别在考什么东西呢？就是逻辑主语了。好，逻辑主语了。OK，
好，那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单用不定词表达的话，你的动词是缺乏主语的，所以这个主语就会跟前面那个动作是同一个人做的。OK， 好，如果你用 that 来表达的话，你就会补出一组 S 加 B，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你的动作可以跟前面是不同的人做的。OK， 好，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这个 so as to 跟 so that 的差别，它其实是在考你逻辑主语合不合理的问题。OK， 好，来，就是我这边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不好？我这边在这个聊天框里面打两个句子给你听，好不好？给你看。好，第一个。Tom kicked Mary so heavily as to be hurted. 好，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句子怪怪的？怪的地方在哪里呢？怪的地方在于说，你会搞不清，你会感觉上好像是 Tom 踢了 Mary 就踢到自己受伤，对不对？对吧？好，你会感觉上好像是 Tom 踢了 Mary 一脚，然后结果导致自己受伤了。好，但其实上，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想要表达的是 Tom 踢了 Mary， 然后这么重，以至于 Mary 受伤的话，那应该是什么？当然了，那个 hurted 应该是，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打错，它其实是原型，应该是用 hurt。OK， 好，但我们就将错就错。好，对，我们将错就错，你只要知道我这边是就是笔误就好了，不好意思。好，Tom kicked Mary so heavily that Mary was hurt. Was hurt。好，其实不应该是 hurted， 应该是 hurt。好，来，你会发现这样表达的很清楚，对不对？为什么？当你用不定词的时候，你省略了主词，这个时候这个句子里面所有动作都会是同一个人做的。OK， 好，那在读者，如果你发现这两个动作不同人做的时候，读者就会错乱，他就觉得说你 Tom 踢了 Mary 是为了要让自己受伤，超诡异的，对不对？或者是这踢得这么重，让自己受伤。那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想要表达的是你踢那么重，让对方受伤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这个不一样的人补回来，这样的概念。OK， 好，来，我再打一个句子。Tom Mary so that to get punished. Tom take Mary Harry to get punished. 这个地方来这句话有哪里怪？我踢对方是为了我自己要被惩罚，是这样吗？是为了我自己要得到惩罚，是这样吗？你会发现你这样打的时候会让别人误解是 Tom 踢了 Mary 是为了要自己被自己自我惩罚，那很明显不是嘛？所以如果你想要表达的这个动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要写成什么形式 ？Mary so that Mary will be punished. 当然这边我要再修正一下，应该是 would be punished， 因为它是过去式。好，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今天要表达这两个动作是同一个人做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不定式，好，不定式，或者是甚至是像比如说有些什么 by VNG 啊 of VNG 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省略了主语的这个动词修饰形式。但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表达的动作是不同人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必定要把每一个动作它的主语都要补出来，避免读者错乱。OK， 只有在同一个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主语才能够被省略，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才能被省略掉。好，所以换句话说，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so as to 跟 so that， 它的差别其实不是在它字面上的差别，而是在什么？到底后面的这个动作有没有补回独立主词的差别 ？OK， 好，所以这边要用语义来判断，好，不是好坏问题，先给你提醒这样子。同样的想法，你可以套用在什么？像比如说 in order to 跟 in order to 跟 in order that
好，类似这种概念都是一样的。OK，像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概念。好，来，那再来就是好，我再回来看，希望我有解答到你的问题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蔡同学，你在说什么？那个 non 的 generation，你在公开笑，不好意思，请你把你的问题补完整这样子。好，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 sentence fragment，对不对？OK，好，来，那再来就是李同学，对不对？好，就是郑宇同学，好，那从 CSC 跟 CR 找亲兄弟，主要从哪些题目开始？主要从哪些题目开始找呢？我是从错题开始啊。我个人认为是任意一条题目。好，我自己的习惯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开始做这个方法的话，我会从第一题开始找，从 OG 的第一题开始找啊，因为第一题这种题目它是比较简单的，可能考点比较少的。好，一开始找会比较少挫折，比较会有方向。好，从错题开始，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看，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这样子，好，对，可以试试看。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好，但重点是你中间找的过程还是煎熬，对不对？好，来，那当然，郑宇同学，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就是我知道你中间找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大的挫折。你有挫折的时候，你可以上网去看别人的 instruction， 他会给你一个方向，他会给你可能的方向，好，让你能缩小范围。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不是让你去把 instruction 看完就好了，他是给你方向，但你还是要自己去找亲兄弟来验证他的讲法，这样子。好，那对，连同学，你说你发现哦，在9点17分的时候，我们现在那个问题的进度是更新到9点17分哦。好，就是你往前翻，现在是连同学的问题。好，RC 态度的亲兄弟 OG 冰河期，就是对作者最后才反驳，不是真的反驳。口述历史也是一样，对对，没错。好，就是这些文章其实都不是这两组都是亲兄弟，好，他们都是讲局限，就是说他其实不是真正在反对这个东西，他只是跟你讲说，就是这东西最后可能有一些缺陷，可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他不是真的反对。他如果真的反对，他就故意，他就讲的很前面，他就一开始就要反对你了。所以通常反对在最后很晚还出现的时候，他都是什么表局限、表注意、表乱步而已这样子。好，其实这种态度非常常见，亲兄弟非常多，你可以试着多找几个。OK，我就给你个 hint， 就是讲佛罗伦斯14世纪其实人关键字去搜寻。好，那篇文章的第二段也是讲局限。好，然后再来，郭玉芝同学，好，刚上完先修课，已经开始在做 OG 第3节的这个 CR 这个，就像我们当初跟大家在先修课上跟大家讲说去做这个诊断测验的题目嘛，对吧？好。那发现错误率很高，也有开始用手段目的或因果方式来解题，但是每次觉得看完题目抓到重点。好，这边我会给你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开始去我的部落格上去练阅读能力，从阅读能力训练上开始练。抓不到重点，很多时候是我翻成中文就抓得到重点，对不对？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给你，就是先用中文讲过一遍意思嘛，对吧？好，但是因为我们上课的速度需要，我们上课的理解需要，好，但是你在自己做题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理解的题意是错的 ，OK， 好，或者是不完整，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片段的，好，所以导致你在自己做的时候抓不到重点。其实我把那个题目，如果我在你旁边，我帮你把它讲成中文，你就会了啦，那懂吗？所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我部落格上去执行那个阅读训练 ，OK。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在我的 blog 里面，我的 blog 里面有个置顶文，这个置顶文点下去就会有100多篇文章，里面关于 CR 部分，其实我已经写了20几篇文章，从初学到进阶都有，所以你可以先把我在上面的这个教学看过一遍，那些教学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好，就是那是我写给自修者看的 ，OK， 所以就算你今天还没有开始上正式的课程，你也一样可以看那些东西，好，对，所以那边的观念可以帮助你，就是慢慢建立起来，就是对 CR 的完整观念。但我个人认为，以现在的情况，你先不用太担心。好，我当初一开始做 OG 的时候 ，SC 20题错17题，好，对，所以大家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不用太过紧张，就是先练阅读能力，然后再就是把我 blog 上面的 CR 的这个影片基础的影片慢慢看过一遍，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实战的时候，数学基金会不会碰到很多辩题？这个我个人就不清楚了哈，因为我自己不是专精数学基金的这样子。好，不过数学基金的确是有辩题。OK， 好，那命中率高不高呢？对，命中率高不高哈，就是这样看你这个就是日期怎么样。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哦，现在日期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OK， 好，现在日期就是换题日，
它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OK， 所以能不能用基金，我们是看天命，就是你报完了之后，如果你的时间刚好是落在换题日的，就是到了你快要考试的时候，如果你的时间是刚好落在换题日后面的5到8天之间，那个是最好的时间。好，5到8天之间，基本上基金的量如果有到100到150的10题之间的话，至少可以，正常状况下可以中个大概8到10题左右了，这样子。好，当然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太平盛世，就是可以一抓一大把。有人之前曾经中过20几题这样子，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是古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样子。好，对，那当然，如果今天你是换题日之内5天考试，那个题目可能在100题之内，那可能中的就会比较少。好，可能幸运的话中个5题6题这样子。OK， 好，对，那所以你就自己评估。好，我不会给你说要用基金或不用基金的建议。好，我只会跟你讲说实力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实力没有拿起来，基金帮到再多都没有用，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给你的第2个建议就是不要去为了一定要用到基金而患得患失，因为你真的无法预测。好，过去就有同学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就是他为了基金，然后就去报考试，然后到了快接近考试了，发现突然换题了，然后又把这个考试取消。好，然后呢，你知道如果考前7天取消是250块美金是不会回来嘛，对不对？是不会回来的。取消之后又再报，然后报了又再被搞，又再冲到换题啊，又再继续取消。他取消了3次，然后最后还是考低分。OK， 最后还是考低分，最后终于有了基金，他最后还是考得很低，他就白白的花了750块美金给 GMAT。好，没有这个必要了。基本上你底气足了就不用怕，这样子。OK， 好，基金只是辅助，我是认真这样跟你讲。OK，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斟酌。好，那接下来好，刚刚的9点21分的连同学，你有问刚刚我们讲的东西会不会变成部落格的文章可以参考？会，但是一样的，我刚刚就是我在跟大家强调，就是这个方法目前还在试验当中，也有很多需要调整跟增补的地方，所以不会是最近。OK 哦，好，对，所以就是可能要再等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亲兄弟训练是在 OG 全部写完之后才开始做的吗？对，我会建议你是 OG 跟 PP1、2都要先写过一次，因为你没有先写过一次，你的样本量不够，你的大脑里面这个储备量不够，你的印象不足，好，你没办法去找到亲兄弟。啊，如果你只写10题的话，你要怎么找亲兄弟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应该是一开始先把 OG 跟 PP1、2都先写过一次，好。再回来去做这个亲兄弟的训练，其实上在写到 PP1、2的后期的时候，你就大概可以开始去回想到 OG 前面的某些题目，你有类似的影响，你也可以开始就是提早开始做了这样子。好，但不建议你开始第1题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不是给 Rookie 做的，这是给进阶的考生做的这样子。好，来，那再来就是1月底考，不建议你拿基金对照亲兄弟啊，当然不建议啊。OK。好，基金的回报差别那么大，好，基金的那个回报有些东西它回报都是乱的，所以当然不建议你拿基金的题目，你就拿官方的题目就好了。好，基金的题目那些回报有些都是偏差很大的，你拿偏差很大的东西来对照亲兄弟，就考试的时候误解怎么办？对不对？好，所以基金就只是让你理解一下文章的架构而已，你不需要去为它特别去花时间，你花在 Verbal 基金上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好，那当然，今天我也把基金改版了，好，就是从今年以后，你如果是购买 A2GMAT 的这个基金班，好，基本上 Verbal 基金现在我都会加入了，就是用1句话总结每一段的大意，好，然后呢，还有就是1句话总结这篇文章，然后还有就是帮你理出文章的架构、语气、论点，好，每一段是在回应谁，每一段怎么回应对方，然后每一段的态度是什么，每一段的这个作用是什么，都帮大家整理好了。OK， 好，那 sample 部分各位可以去今天的这个 A2GMAT 的社团看我的发文这样子。好，这样做希望让大家就是更喜欢，就是有没有更喜欢基金？很奇怪，好，应该是赶快脱离考试嘛，对不对？能不要就不要用嘛，对吧？好，应该是这样做能够让大家更减少风险，减少误读基金的风险，这样子。OK， 所以我现在就是帮大家做了这个整理，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看一下哦，好，下面的地方，好，对你刚这个。9点36分，这个连同学，你讲的应该是说，就是刚刚的那一题，你讲的那一题应该是做那个违法那一题嘛，对不对？好，说国付给老人，老人钱，但老人还是觉得钱不够用。对，那一题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就是通膨的关系，不对，叫做物价的关系。但是其实文章里面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们是通膨这几年来变化是很小的。OK， 还有像比如说是酒过敏那一题。
好，说酒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物质会导致过敏。好，那题的文章里面已经跟你讲了，我们只讨论的是就是对某个物质造成的过敏，其他物质我们不讨论，所以其实有点像，就是跟前提违背，或是被排除在前提讨论的范围之外这样子。对，没有错。OK， 好，当然最像还是那刚刚讲的那个老人钱那个部分这样子。好，各位。因为我再开放一个问题好吧，就一个问题就好。不好意思，我知道大家还有好多的问题，但因为我明天要就是坐飞机 ，OK， 好，所以呢还需要收理一点行李这样子。好，基金班怎么买哦？这个部分要联络我们 A2Gmail 的这个信箱，就是 A2Gmail@gmail.com。OK， 好，去就是寄信跟我们联络。当然你可以先去 A2Gmail 的那个Blogspot 的网站上。去找这个连结这样子。好，我们上面有介绍，但我不能单独帮你处理基金班的问题这样子。好，那下次直播的时间，好，我看一下哦，不好意思，好，这边我的确还没有想过。OK， 下次直播的时间应该会在什么时候呢？好，应该会是在1月20号的时间。好，1月20号的时间。好，1月20号一样，我们晚上8点钟在这边相见8点半，不好意思，应该是晚上8点半。1月20号的时候，晚上8点半在这边相见。OK， 好，那今天好像我没有打到什么塞，因为看大家都很认真的问问题，都不打塞这样子。好，对，那也希望今天Dustin的讲解能够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理解这样子。好。你要祝我福如松海，寿比南山，这个是怎样？现在是怎样？要拿寿桃来祝寿就对了。那我也只能挥泪叩首，谢谢你的祝福，这样子没有开玩笑的。那 anyway， 我们这个直播也开了5集了。好，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有任何的感想的话，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OK， 好，因为这个直播我想说，那怎么样才能让它做得更好，才能让大家能够更就是这样怎么讲，总不能一直不思进步嘛，对不对？好，总是希望这个直播能够越做越好，总是希望大家能够从里面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或任何的感想的话，对吧？请你一定要留言下面告诉我，好不好 ？OK， 好，因为到时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给大家越来越多东西，或者一直来进步这样子。好，也不要只是潜水哦，还要偶尔来回访。好，对，然后再来就是教学频道的影片还是会继续放。有人问我说，是不是教育频道之后就会？有人问我说，是不是教育频道之后就只开直播，然后不放教学影片了？不对，好 ，YouTube 的影片，关键的影片还是会继续放。好，我已经拍好了，好，这几天就会放了这样子。然后再来，Boffice 就不用找了，对 ，by the way，Boffice 就不用找新兄弟了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有人问说，今天是不是说这个部落格的文章就不太会更新了？不会，我还是会更新，我会一直更新下去。OK， 好，所以各位，如果你身旁有任何在准备 GMAT 的朋友，好，刚开始准备 GMAT 没有什么方向，好，或者是你觉得我讲的东西是很有用的，好，是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然后呢，你身旁也有跟你一起来准备的朋友，他们现在正在受到困扰，欢迎你请他们订阅这个频道，然后呢，就是前来我的部落格这样子。好，里面的东西都是完全的免费的。好，没有东西叫大家报班报课。OK， 好，相信你在听我直播的时候，我也很少跟你讲说你应该报什么课，对不对？好，我很少想要讲这些东西，就是基本上就是跟大家随意聊聊跟分享而已这样子。好，那就是我们就下次。等一下，好，那个，我看一下哦，好，最后丢来2个问题，我都把它回答完好了。好，那个，对，不是，对，第一个包费题不用找新兄弟，对，然后再来第2个就是陈同学，time management 我会建议你看2个东西。好，第一个东西叫做那个。我在上一次直播里面，我有特别讲说，pace 的问题 ，pace 的控管。好，你可以稍微找一下上次直播，你可以先看一下聊天框，先拉一下时间轴，看一下聊天框有谁问到 pace。好，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好，但是那时候我有讲说，你练模考是不能够解决 pace 问题的，它只能让你发现问题，不能让你解决问题。pace 问题主要是3个因素所导致的，一个叫阅读能力的阅读速度。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就是你的解题流程，一个叫做所谓的你考点的这个联想程度，好，考点逻辑的敏锐度。
好，那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阅读训练，加上自己阅读的速度，做亲兄弟的这个总结，加上自己考点的敏锐度，这两个都有了之后，我们再去做什么？再去做解题流程的这个优化，这样子你的时间自然会降下来。而练模考其实并完全不是重点。OK， 好，那至于你说那解题流程，好，阅读训练，还要讲亲兄弟的总结，哪里有呢？哪里有呢？好，亲兄弟的部分，刚刚在我们直播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但我相信你也在开始做了。好，阅读训练方式在我的部落格上有，然后呢，时间控这解题流程的部分，在我部落格上每一个分区我都给大家用实际的题目来示范说标准解题流程应该怎么做，所以要麻烦你回去看一下哦。好，然后再就是实战上的时间控制有一个策略叫动态止损、动态停损或动态止损，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在部落格的那个目录里面，下面那个总体备考策略里面有讲一个实战 pace 控制的新策略叫动态止损。那个地方点进去看之后，你就会发现我里面有讲说实战中要怎么去做时间控制，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策略。好，所以这边是给你一点参考，这样子。好，来，那正确句子不能当阅读能力训练，好，不能讲5次，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为止，好不好？那各位，我们下一次的直播是在1月20号的晚上8点半。好，不好意思，这次没有什么办法跟大家打拉赛，是因为真的要收行李了这样子。OK， 好，那就是但是不用紧张，到时你没有要跑路，好，没有要卷款潜逃，我们还会相见，好不好？好，来，就是先这样咯。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好不好？虽然很舍不得要急着走 ，OK， 但是还是要很舍不得要走，就是还是要必须，好，先就是告一段落，好，那我们下次见，好不好？好，来各位记得哦，1月20号晚上8点半，好，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这个频道，好，跟我们的部落格，好，到时你的文章跟影片会一直在里面陪伴大家，好，我们下次见，拜拜。